寒食节在夏历冬至后的105日，它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。寒食节当天要禁止烟火，只吃冷食，故又称白午节、冷节、禁烟节。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祭扫、踏青、蹴鞠、斗鸡等风俗。旧时寒食断火，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，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祈取新火。因此，寒食节还有个名字叫做换火节。关于寒食节的起源，还流传着一个传说。春秋时期，晋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而流亡他国，大臣介子推始终追随左右，不离不弃，甚至割肉相救。后来，重耳励精图治，成为一代明君晋文公，却忘记了早年介子推的救命之恩。介子推不愿争名夺利，选择与母亲隐居绵山。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相见而下令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坚决不出山。大火过后，发现介子推已经坐在一棵老柳树下，背着母亲去世了。晋文公悲痛万分，在为介子推安葬时，发现树洞里留有一封血书，上面写着：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为了纪念介子推，晋文公下令禁火寒食，以寄哀思，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。清明是24节气之一，是继春分后春季的第5个节气的第1天。清明节因为节令期间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而得名，时间为每年公历4月4日、5日或6日其中一天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，由于处于仲春与暮春之交，这个时节阳光明媚，草木萌动，百花盛开，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清初汤若望历法改革以前，清明节定在寒食节2日之后；汤氏改革后，寒食节定在清明节前1日。现代24节气的定法沿袭汤氏，因此寒食节就在清明节前1-2日。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，寒食与清明逐渐合二为一。扫墓祭祀是寒食和清明不变的主题，从宫廷到民间都要在这期间祭拜先人。在周秦乃至两汉，这种祭祀祖先的活动并没有明确定在清明期间，也没有清明节一说。唐朝时，寒食节与清明节还是2个不同的节日，由于统治者重视儒家治国的战略，以孝行天下、拜扫祭祖之风较为兴盛。唐玄宗把历代没有纳入规范的墓祭归入5礼之中，并下诏规定寒食节扫墓为5礼之一，并在清明日前2日放假3天，上至宫廷，下至民间，人们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追踪的仪节。至此，清明节作为节日才正式开始形成。清明节的传统习俗除了讲究禁火、扫墓，还有踏青、荡秋千、放风筝、蹴鞠、打马球、拔河、插柳、射柳、斗鸡、残花卉等一系列风俗活动和体育项目。因此，这个节日既有生死离别、上坟祭祖的不舍和思念之情，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。相传，为了防止寒食期间冷餐伤身，古人们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。同时，民间忌讳清明节期间使针、洗衣，还要赶在傍晚之前，在自家大门前撒一条灰线，据说可以阻止鬼魂进宅。在清明节的诸多传统习俗中，我们来专门了解一下3个特色项目：射柳、斗鸡、残花卉。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。古人们将鸽子放在葫芦里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，弯弓射中葫芦，使得鸽子飞出，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决定胜负。古人们还会玩一种叫做斗鸡的游戏，就是观看雄鸡之间的争斗，也是一种竞技比赛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贵族之间就喜欢玩斗鸡。到了唐朝，斗鸡盛行，由上至下，全民将斗鸡视为一种娱乐。唐玄宗以喜斗鸡而闻名。清明期间，中国南方地区还会举办残花会。人们在清明时节前后开始育蚕养蚕，所以用彩纸、蚕茧、绸帛等做成假花，祭祀蚕神，祈祷蚕桑丰收。残花会期间活动丰富，有迎蚕神、摇快船、闹台阁、拜香凳、打拳、龙灯、撬高杆、唱戏文等，
有的在岸上进行，但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，极具水乡特色。到了宋元时期，清明节开始取代寒食节的地位，加上寒食被元人所摒弃，上巳的宗教传统逐渐淡化，于是三节合一，清明节融合了寒食节和上巳节原有的冷食、荡秋千、踏青等风俗活动，形成了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的传统节日。宋代诗人高菊清在《清明》中描述道：南北山头多牧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日出湖里年种上，夜归儿女笑灯前。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酒泉。意思是说，南北山上有很多的墓地，清明时节都是忙于上坟祭扫的人群。焚烧的纸灰像白色的蝴蝶到处飞舞，痛哭而流出的血泪染红了满山的杜鹃。黄昏时，静寂的坟场一片荒凉，独有狐狸躺在坟上睡觉，晚上归家儿女们在灯前欢声笑语。人生本来如此，今朝有酒就应今朝醉，100年之后就连一滴也带不到冥界。明清时期大体承接前代旧制，清明节祭拜祖先、悼念已逝亲人的习俗依然盛行。同时，这一时期还开始流行清明节迎城隍祭历的做法。历指无祀之鬼，就是无所归依的孤魂野鬼，而城隍是中国民间信仰世界中的城市保护神，也是居管亡魂之神。在明清民国时，老北京有7、8座城隍庙，香火也以那时最旺盛。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爷是那时百姓除了灶王爷、财神爷之外最信奉的神灵。城隍庙在每年的清明节开放，人们纷纷前往求愿，为天旱求雨或多雨时求晴，出门求平安，有病祈求康复，为死者祈祷冥福等诸事焚香拜神。那时庙会内外异常热闹，庙内有戏班搭台演戏，庙外有商品杂货陈列。民国政府曾将清明节定为国定假日，也称民族扫墓节。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，清明节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，那就是它曾在1915年被规定为植树节，在这天，机关、学校都要进行植树活动。到1928年时，植树节被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即3月12日，清明节作为植树节的历史就此终止，但仍有一些地方保留了清明植树的做法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清明节的节俗再次出现了较大变化。主要表现在扫墓习俗方面，政府倡导机关、学校组织去革命烈士陵园扫墓，缅怀先烈事迹。至此，除了扫墓和踏青之外，清明节的其他习俗迅速衰落。清明期间，还有一些特定的饮食传统。在北方，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，如枣饼、麦糕等；在南方，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。其中，著名的老北京传统寒食13绝包括姜丝排叉、硬面饽饽、炸焦圈、糖卷果、豌豆黄、艾窝窝、马蹄烧饼、螺丝转、散子麻花、驴打滚、蜜麻花、糖火烧、芝麻酱烧饼、奶油炸糕。山西地区在清明寒食期间还有一种叫做寒食燕的节令食品，用枣泥与面粉调和，捏成燕子形状，也称子推燕，以纪念晋国先贤介子推。在南方，青团是最有代表性的清明小吃，传统做法是将绿色植物姜汁揉入糯米粉团。如今市面上贩卖的青团大多以麦青汁上色，即用冬小麦榨出的汁液与糯米粉搅拌均匀，再揉制成圆团状，包入各种甜咸馅料，上蒸笼蒸熟。出笼时再刷上一层油，色泽透亮，带着淡淡的艾草香，口感软糯。此外，南方地区还会吃一种特制的青瓷黑饭，也叫青精饭，或者用鼠曲草做成的鼠曲果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一起探索了寒食节和清明节的起源以及二节合流，学习了历史上的祭祀习俗和文娱活动，也了解了具有明显南北特色的传统饮食。让我们在清明时节伴着绵绵细雨，怀念故人，也激励自己珍惜当下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
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